咱们今天聊透一本书，叫《左传》。《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据说是鲁国史官左丘明为了解释孔子那本《春秋》才写的。孔子那本《春秋》才10000多字，高冷得很。写某个人杀了国君，就3个字：某弑其君。可是《左传》不一样。他用18万字的篇幅，把这3个字背后那种阴谋、背叛、挣扎、痛苦，还有最后那种血腥的场面，像电影镜头一样，一帧一帧地给你推出来。他不光是记录历史，他更是在审判历史。要理解《左传》，你得先搞明白一个关键词，叫礼。西周初期，中国社会像一台精密运行的钟表。周天子是最高统治者，他把土地分给亲戚和功臣，大家各守本分。那个时候的礼可不简单是客气客气，它是一套严密的社会操作系统。谁该穿什么衣服，谁该用几个鼎吃饭，甚至连打仗都有严格的贵族礼仪。可是到了《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这套系统死机了。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西周灭亡了。周平王被迫东迁到洛邑，名义上他还是天子，可实际上周王室控制的土地缩水到一个小县那么大，经济破产，军事瘫痪。您想想一个原本威严的大家长突然瘫在床上，兜里还没钱。这时候家里那几十个身强力壮、手握重兵的儿子和亲戚，那些诸侯国心思就开始活泛了。《左传》里经常提到一个词，叫礼崩乐坏，听着很抽象，可咱们拆开来看就明白了。第一是血缘纽带断了。原本大家都是姬姓宗亲，讲究长幼有序，可现在土地和人口成了核心资产。为了抢地盘，哥哥能毒死弟弟，儿子能放逐母亲。《左传》开篇那个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里头，咱们就能看到这种亲情扭曲到什么样程度。第二是等级秩序翻了天。按周礼，天子用9鼎，诸侯用7鼎。可春秋时期有点实力的诸侯家里摆的鼎比天子还多。这种僭越不光是虚荣，那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宣示。第三，最让人唏嘘，战争规则变得流氓化了。早期的春秋战争像场武装体育比赛，双方约好时间地点，主将先互相敬酒，甚至对方战车坏了，你还得停下来等人家修好再打。可随着竞争加剧，大家开始玩偷袭，玩诈降，玩大规模杀伤，从点到为止变成了你死我活。有意思的是礼虽然崩坏了，可当时的野心家们依然不敢公开宣布我不讲理了。这就是春秋时期最迷人的地方，虚伪的很有仪式感。哪怕一个诸侯心里想的是吞并邻国，他嘴上一定说我是为了维护周天子的尊严，我要惩罚那个不守规矩的人。这叫什么？就叫尊王攘夷。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费劲演戏呢？因为在那个时代，礼仪依然是社会公认的底层算法。你要是完全不讲理，你就是蛮夷，其他国家就会合伙来打你。于是整个《左传》就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名分保卫战和利益掠夺战的混合体。诸侯们在祭坛上杀鸡，跟血发誓要永远团结，转过头去就在战场上白刃相接。这种巨大反差构成了《左传》极强的戏剧张力。
在规矩开始失效、野心开始膨胀的时代，第一个登场惊艳岁月的玩家是谁呢？《左传》开篇没有宏大叙事，而是从一个极其私密、极其尴尬的家庭矛盾开始的。郑国开国君主之后，传到郑武公，他娶了申国女子武姜。武姜生了2个儿子，老大叫寤生，后来就是郑庄公；老二叫共叔段。寤生这名字有意思，古文里寤通武，意思是倒着生，翻译成现代医学术语就是难产。那个医疗条件简陋的时代，这场难产差点要了武姜的命。就因为这场身体上的剧痛，武姜产生了一种近乎病态的偏见，他极度厌恶大儿子寤生，把所有溺爱都给了小儿子共叔段。郑庄公继位后，母亲武姜公开为小儿子索要封地，他先要的是置地，那是军事要塞，庄公没给。最后庄公把土地肥沃、规模巨大的京地封给了共叔段，这时郑国大臣们坐不住了。大夫季仲说，这不合规矩，京地太大了，是养虎为患。郑庄公回了句极其虚伪但也极其高明的话：姜氏欲之，焉辟害？我妈想要，我怎么能避开这祸害呢？接下来的几年，共叔段在京地扩建城墙，招兵买马，收编周边城邑。大臣们一次次劝庄公出手，庄公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只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多行不义必自毙。自古代之，咱们要拆解一下郑庄公的底层逻辑。如果他提前动手，在道德层面上他是残害胞弟的不孝之子，可他等弟弟把坏事做绝，把反状做实，他就是大义灭亲的圣明君主。他在等弟弟把所有政治资本和道德资本全部透支干净。这种战术在现代职场或商战中叫什么？叫捧杀。给你足够权限，让你在自我膨胀中走向毁灭，终于共叔段发动叛乱，准备内外夹击。早已布好局的郑庄公雷霆出击，共叔段兵败自杀，逃亡国外。紧接着，庄公把那个一心想杀自己的母亲武姜软禁到城郢，还发了毒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可没过多久，庄公后悔了，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孝顺了，而是他发现作为一个志在称霸的君主，放逐生母是个巨大政治污点，会让他失去道德高地。这时候，聪明的颍考叔出现了，他利用纯孝的名义给庄公出了个主意，挖一条深邃的地道，挖到泉水，在那儿见面，不就是黄泉相见了吗？于是庄公和母亲在地道里完成了和解，这在中国历史上叫黄泉见母。这里头的权力伦理极其精彩，庄公的伪善，他需要台阶下，颍考叔给了他权力的傲慢。所谓的誓言，只要通过技术性手段挖地道，就能被完美规避。郑庄公凭什么被称为春秋第一小霸？因为他在礼崩乐坏的初级阶段，率先掌握了以实力为核心、以礼仪为幌子的生存法则。他不仅能搞定家务事，在国际上更是个刺头。周天子想削他的权，他就派人去抢收周天子的庄稼，周天子带兵来打他，他不仅打赢了，还射中了周天子的肩膀。可最厉害的是，射中天子后，他当晚就派人去慰问，给了天子面子。他深知面子可以给，
但里子、土地和权力绝不能放。郑庄公的故事告诉我们，春秋时代的序幕是由实用主义拉开的。对内，他用捧杀消灭政敌；对内，他用皇权建母修复人设；对外，他用先打后拉维持平衡。他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撕开了温情脉脉的周礼面纱，露出了血淋淋的权力本位。郑庄公虽厉害，可终究只是小霸，格局仅限于维持现状。那么真正称得上霸主，能建立一套维持100年国际秩序的大格局领导者又是谁呢？咱们接下来要讲春秋史上最著名的2位顶级偶像，齐桓公与晋文公。齐桓公江小白的故事是从一次谋杀开始的。当年他跟公子纠争王位，公子纠的幕僚管仲一箭射中他的带钩，差那么一点点就命丧黄泉。可齐桓公继位后做了件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事，他不仅没杀管仲，还封他为仲父。齐桓公明白，杀一个仇人只能泄私愤，可重用一个天才却能赢得天下。管仲给齐桓公规划了2条腿走路的战略，内政搞贸易战和经济特区，齐国靠海，管仲就搞盐铁官营，鼓励贸易，让齐国迅速成了春秋时代的金融中心。外政提出尊王攘夷这4个字是顶级的外交包装，名义上尊重快破产的周天子，实际上以天子名义号令诸侯，打击不听话的少数民族武装。齐桓公的霸业本质上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他出面当偶像搞外交，管仲在后台跑系统做增长。如果说齐桓公是含着金钥匙的富二代，那晋文公重耳可拿到了史上最惨的剧本。因为晋国内乱，43岁的重耳被迫在国外流亡，他带着一帮兄弟像乞丐一样流窜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在魏国没饭吃，向农民要，人家给了他一筐土。在曹国，他甚至被曹共公偷看洗澡，只因为人家好奇他肋骨连成一片的样子。这是《左传》里最动人的部分，它记录了一个中年男人的狼狈，也记录了这些狼狈如何磨练出一个霸主的意志。重耳流亡时身边跟着赵衰、胡衍、贾佗等顶尖人才。为什么这些精英愿意跟着一个老头在大荒原里吃土19年？因为重耳有极强的人格魅力，他能听进逆耳忠言，而且在极度匮乏中依然保持着贵族风度。流亡到楚国时，楚王问他以后回国怎么报答。重耳说，如果咱俩开战，我先退避3舍，退后90里。后来城濮之战，他真的兑现了这个诺言。这不只是诚信，更是心理战。我退是因为我信守诺言，你打是因为你不讲道义。为什么《左传》如此推崇齐桓晋文？因为他们建立了一套基于信用的国际秩序。在他们之前，诸侯之间是纯粹的弱肉强食；在他们之后，大家发现只要遵从霸主定的规矩，小国可以不被灭，大国可以名正言顺地收保护费。《左传》不仅写他们的辉煌，也写他们的落幕。齐桓公晚年宠信小人，最后饿死在宫中，尸体生蛆都没人管。晋文公虽然霸业长青，可晋国最后还是陷入卿大夫夺权的怪圈，这留给人们一个深思。制度如果依赖于某个明君的个人修为，那么当明君老去时，秩序又该如何维系？
看完了霸主们的硬实力博弈，咱们要进入一个更精彩的领域。在《左传》记载的那个时代，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两国军队已经摆好阵势，剑拔弩张了。只要对方派来一个使者，说了一番极其体面、逻辑缜密的话，统帅竟然真的会下令撤围。难道是古人太天真吗？当然不是。春秋时期的外交辞令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对齐的高级博弈，底层逻辑是我不需要求你怜悯，我只需要告诉你，如果你打我，你的损失比收益大得多。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烛之武退秦师。背景是秦国和晋国联手把郑国围得水泄不通，郑国危在旦夕。老臣烛之武临危受命，连夜吊着绳索爬出城墙去见秦穆公。他的说辞堪称职场沟通的顶级教科书，一共分了3步。第一步，示弱与共情。他一上来不求饶，而是说郑国灭亡了对您秦国是有好处的，那您就灭吧。这一句先卸下了对方的心理防御。第二步，利益剥离与离间计。他话锋一转，可是秦国和郑国之间隔着一个晋国，郑国灭了土地只能归晋国，晋国强一分，秦国就弱一分。您费了半天劲，其实是在给对手送大礼包。第三步，画饼与诱惑。如果您留下郑国，我们就是您在东方旅游出差的招待所，您有什么需要，我们一定供应。秦穆公一听有道理，不仅撤了军，还留下一支部队帮郑国守城。晋国一看合伙人倒戈，也只能悻悻撤退。烛之武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全程去自我化，他没说一个关于郑国的苦难，他句句都在谈秦国的利益。这正是现代谈判学的精髓。想要说服别人，请先站在对方的账本前算账。如果说烛之武靠的是利诱，那么郑国另一位名相子产靠的就是以礼治人。有一次，子产去晋国朝见晋平公，晋平公因为傲慢借口有丧事不肯接见，子产二话不说，直接指挥随从把晋国宾馆的围墙给拆了，把车马行李拉进去。晋国人怒了，你这是搞破坏呀！子产理直气壮回了篇满分作文。以前我们来朝见，宾馆像家一样安全宽敞，现在你们宾馆修得像监狱，大门窄得进不去，庭院里全是荒草。我们带了这么多礼物，如果不拆墙搬进来，万一丢了或坏了，那是我们的罪过还是你们的失礼？晋平公听完不仅没生气，反而羞愧难当，立刻道歉并重修宾馆。子产抓住了核心，你是霸主，你要讲理，如果你不讲理，你的霸权就失去了合法性。他用一种极端的行为逼迫对方回到规则框架内对话。春秋时代的外交家们证明了一件事，在暴力的森林里，文明的语言依然可以是一道防线。这种舌尖上的战争体现了那个时代对智慧的崇拜。即便我们要吞并你，我们也尊重那些能用逻辑和文采折服我们的聪明人。不过外交辞令虽能救一时之急，可如果国家内部根基烂了，再好的口才也救不了命。咱们要进入《左传》中最惨烈也最令人唏嘘的终章——吴越争霸。在《左传》前半段，国家之间的战争大多为了争个高下，输了的交点保护费，政权依然保留。
可到了末期的吴越争霸，游戏规则变了，不再是求名，而是索命。这场大戏的核心是两个被复仇驱动的男人撑起来的，一个是吴国的伍子胥，一个是越国的勾践。伍子胥是《左传》中最具悲剧色彩的孤胆英雄，他的父兄被楚平王杀害，他一路逃亡，头发花白，最终辅佐吴王阖闾攻破楚国。为了报仇，他掘开楚王坟墓，鞭尸300下。这种行为在当时惊世骇俗，标志着礼的彻底丧失。伍子胥开启了一个先例，为了个人恩怨，可以不计后果摧毁一切传统底线。他在吴国辅佐阖闾，几乎把吴国推向了巅峰。可这种建立在极端仇恨上的强大本身就是脆弱的。当吴王夫差沉迷于霸主虚名时，伍子胥那刺耳的谏言就成了催命符。最终他被赐死，死前他要求把眼睛挖出来挂在城门上，要看着越国军队灭掉吴国。如果说伍子胥是火，那么越王勾践就是兵。夫差在会稽山围困勾践，勾践没选择像贵族一样尊严地死去，而是选择了最卑微的生存方式，给夫差当马夫，甚至传闻中去尝夫差的粪便来诊断病情。这就是著名的卧薪尝胆。可咱们要穿透这个励志故事，看到背后的冷酷逻辑，对己他能把自尊心彻底粉碎，像虫子一样活着。对人，夫差释放他回国后，他表面上年年送礼送美女西施，实际上在后方进行着恐怖的社会动员，全国上下不生孩子不罢休，只为储备兵源。公元前473年，勾践终于灭掉吴国。夫差自尽前遮住了自己的脸，因为他无颜见伍子胥，而勾践赢了之后，立刻杀掉了功臣文种，逼走了范蠡。这是《左传》留给咱们的最冷峻的思考。当一个人为了成功可以忍受常人不能忍的屈辱时，他的心已经高度异化了。他不再相信任何人，不再遵守任何礼。勾践的胜利标志着那个温文尔雅的春秋时代彻底落幕，信奉兵不厌诈为胜利论的战国时代正式开启。听完了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咱们不能仅仅把它当故事听。清代大才子刘熙载曾说，《左传》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写出了因果。如果要从这部万世史学名著中提炼出几条可以指导现代生活的底层逻辑，我认为是以下3点。第一，预判思维。细节里的蝴蝶效应。左传中有种神奇能力叫论人，书中的智者往往能通过一个人吃饭的姿势、说话的语气，或者一次微小的礼仪疏忽，精准预言一个国家的灭亡或一个人的死期。这绝不是算命，而是一种极度敏锐的系统预判思维。在左传看来，一个人的行为逻辑是连贯的。如果一个国君祭祀时心不在焉，无敬畏心，宴请时傲慢无礼，无敬畏心，制定政策时朝令夕改，无契约精神，那他整个权力系统迟早会崩溃。这种预判思维告诉我们，所谓的意外往往是长期积累的必然。观察一个合作伙伴是否靠谱，不要看他在签约仪式上的豪言壮语，要看他在处理微小利益冲突时的本能反应。第二，利益对齐说服力的终极逻辑。在外交辞令那一章咱们看到，无论是烛之武还是子产，
他们之所以能降维打击，是因为他们看透了利益的流向。左传中的博弈高手从不谈道德绑架，他们深知在这个丛林世界里，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是利益驱动的。当你想让对手撤退时，你不是求他，而是告诉他留着我对你更有利。当你想让盟友出兵时，你不是逼他，而是告诉他如果你不出兵，你的邻居就会变成你的威胁。这就是利益对齐。只有当你的诉求成为对方利益链条上的一环时，你的说服才是坚不可摧的。第三，信用溢价。乱世中的稀缺红利，在左传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似乎人人都在玩权谋搞诈降。可吊诡的是，最终能成就长久霸业的，反而是那些坚持信和义的人。晋文公因为守信退避三舍，赢得了诸侯尊重和长久霸主地位。齐桓公因为不背弃落魄时的诺言，才让天下人才趋之若鹜。底层逻辑很简单，当周围所有人都不讲信用时，信用就成了市场上最昂贵的稀缺资产。一个讲信用的人能极大降低交易成本，吸引最优质的合伙人。这在博弈论中叫长期重复博弈的最优策略。虽然短期内耍小聪明能获利，可从200年的跨度看，那些透支信用的国家，如吴国、越国，最终都走向了自我毁灭。左传全书其实都在讨论一个核心命题：权力的边界在哪儿？郑庄公虽然赢了弟弟，却输了名声；夫差虽然赢了战争，却输了国家。真正的智者如管仲、子产，他们都在做一件事，给权力套上礼的笼子。他们明白，如果权力没有边界，如果胜利不择手段，那么胜利的那一天就是毁灭的开始。总结来说，左传教给咱们的不仅仅是怎么赢，更是怎么活得长久。它让咱们在纷繁复杂的竞争中保持一份冷峻的觉察。到这里，咱们已经共同走过了左传中波澜壮阔的254年。咱们看了郑庄公的隐忍，齐桓公的宽容，晋文公的坚毅，也看了那些外交家们在剑拔弩张间的优雅。或许你会问，这些2000多年前的古人，这些早已化为尘土的兴亡，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读左传最大的意义是让咱们获得一种审视历史的广角镜头。在左传的世界里，没有绝对的胜者，再强大的霸主也会老去，再精密的权谋也有破绽。它不仅仅记录了权力的更迭，更记录了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应。它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底牌是他的智谋，可一个人的底色是他的风骨。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咱们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自己的小春秋里。咱们面临竞争，面临抉择，面临背叛与诱惑。当你在利益面前动摇时，想想晋文公的退避三舍；当你在困境中想要放弃时，想想重耳19年的风霜；当你觉得自己无计可施时，想想烛之武如何在深夜爬下城墙。左传里有句话，虽然质朴，却重如千钧得，国家之基也。对于个人而言，德行和信用就是咱们在这个不确定时代中唯一的确定性。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读历史不是为了记住那些枯燥的年份，而是为了在看透了人性的阴暗与权力的残酷后，依然有勇气选择做一个正直、体面且有温度的人。